美股喺今年上半年咧就經歷咗60年以嚟咧最差嘅回報一年，經濟前景暗淡啦，加息啦，美元匯價上升，好多外幣咧都處於極低嘅水位。咁外幣跌咗咧，好簡單嘅 logic 之下咧，我其實收到好多人咧就問我呢啲問題 ，Ring 係咪應該依家咧就趁匯率低咧，趁平買啲外國嘅資產咧？外國嘅股票啊、房地產依家抵唔抵買啊？當然啦，仲有人問我要唔要兌 yen 去旅行啦。其實咧，旅行嘅錢咧，我又覺得金額就唔係太大嘅。咁你如果以現貨嘅匯率咧，對於一啲個人性嘅消費咧，其實影響都係好有限嘅啫。不過如果你係喺度尋求緊咧美市之外嘅投資機會咧，其實對我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分散投資區域咧，的確係做 diversification， 即係多元化投資策略嘅其中一個方法。咁除咗美國市場之外咧，好多人咧就留意呢個 APEC 嘅市場啦。好，今日咧 Ring 就因應大家嘅要求啦，做咗呢一集嘅 APEC 投資特集。要講到 APEC 嘅投資機會咧，坊間其實唔係有太多嘅券商咧係可以支持大部分嘅亞洲地區嘅交易嘅。Saxo 咧就係其中一間有支援 APEC 投資交易嘅券商，所以咧今日我揾咗 Saxo 咧去贊助呢段影片啦。Saxo 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佢可以咧買賣全世界唔同嘅股票啦、ETF、債券等等。好，今集嘅內容咧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咧，我就會介紹 APEC 3個地區佢嘅投資入門知識啦，同埋投資工具。當然啦，每一個投資區域嚟講咧，對我覺得最緊要大家要知道咧，就係佢嘅投資風險啦。咁我一陣咧都會喺片段嘅尾部嘅部分咧會講多少少。嗱，一定要睇到最尾啊，唔好淨係抄完嗰啲股票 number 咧就唔聽風險嚇。喺度都提一提大家，呢段影片咧係我自己做嘅資料搜集，喺知識上面嘅分享啦，咁就唔係咧對你嘅證券買入賣出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喺入市之前咧做好功課啦。同埋都提一提大家，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好，第一個我想同你哋一齊睇嘅地區咧，就係香港人最中意嘅旅遊地區之一——日本啦。無論係日本嘅公司啦、品牌啦、產品啦，一向都係香港人最熟悉啦。咁所以好自然咧，我都收到好多觀眾查詢嘅，尤其是一個 yen 咁平之下。首先都講一講呢個日本市場嘅簡介。日本嘅主要指數咧係日經225指數同埋東證股價 TOPIX 指數，佢嘅主要交易所咧就係東京證券交易所。成個交易所嘅市值咧大約係4951個 billion， 而支撐住日本經濟嘅核心公司咧，亦都係我所講嘅主要板塊啦。呢啲核心嘅板塊包括金融啦、電子、遊戲、機械人同埋自動化公司。日本股票嘅每手買賣單位咧就係100股或者係1000股。不過咧其他嘅工具例如 ETF 啊或者 REIT 等等嘅金融產品咧，呢啲種類咧佢就有唔同嘅交易單位啦。當然啦，好多人都會問呢個稅項嘅問題啦。我自己咧就唔係一個稅務嘅專家。咁今集咧嘅稅務資料嘅內容咧，係喺個網上面咧我搜集得嚟嘅啫。咁咧希望咧分享出嚟俾你哋作參考。咁所以咧 Ring 都盡咗力咧去確保啲資料係正確。不過咧可能都會有其他嘅錯漏啦。咁大家咧必須要向你嘅 tax advisor 咧自己查詢翻去確認翻啦。咁如果喺冇特別嘅豁免之下咧，日本股票咧係需要支付呢個資本利得稅，即係 capital gain tax 啦。咁個稅率咧就固定為24.22%。咁咧日本咧都有股息稅嘅，但係香港咧同日本其實簽訂咗呢個全面性嘅避免雙重課稅嘅協定啦。所以咧香港嘅居民咧，如果買日本股票得到嘅股息咧，佢嘅股息扣稅嘅稅率咧最高係10%嘅啫。咁日股咧市值最大嘅頭3家嘅公司咧就係 Toyota、Sony 同埋咧 Keiretsu 咧，仲有KDDI 啦，係個日本嘅電信公司啦，同埋 Mitsubishi 30。我依家入去平台嗰度咧睇多少少股票嘅資料。香港人最熟悉嘅係 Toyota 豐田啦，一間日本嘅跨國汽車公司。睇一睇佢哋喺 Saxo 平台上面嘅資料先，因為睇到佢3年圖啦、5年圖啦，你哋都見到。分析師嘅目標價咧係2455蚊，依家暫時個 rating 咧都係 buy 嘅。好，睇下佢 EPS， 依家做緊205，佢都有派息嘅，係做2.4%。Dividend 嘅 payout ratio 咧係25.35%。喺度會見到佢過去4年嘅 financials 啦，翻佢 ROE 咧都按年有增加，由2019年嘅9.64咧去到11.48%。ROE 咧我之前都有教過噶啦，就係講翻呢個 CEO 嘅成績表，睇下 CEO 咧可以為公司產生利潤嘅能力有幾高。咁呢個數字咧越高嘅越好啦。EV to EBITDA 呢個數字就
就係10.79。咁我之前有教過啦 ，EV to EBITDA 咧最好就低過10啦。咁即係話依家咧都幾接近呢個買入嘅估值目標價噶啦。講到收息股咧，日本嚟講 Mitsui 咧都係一間最出名噶啦，即係三井。呢度咧你會見到佢個3年圖啦、5年圖啦，呢度三井咧係一個商船嘅公司，亦都係咧日本3大航運之首啦。三井咧係一間出名派息好嘅日本公司，佢每年咧就派2次息，分別就係 Q2 同埋 Q4 啦。公司大部分嘅時候都有派息嘅，但係就唔係有固定嘅派息金額，要睇翻咧嗰年嘅生意點樣啦，佢哋先可以決定到佢派息。睇翻分析師嘅預期啦，目標價咧係4486，講緊咧係27.81% 嘅潛在回報。喺 fundamentals 就睇一睇佢嘅基本資料啦 ，EPS 咧係做緊1969，而佢嘅 dividend yield 咧係有成12.52%，dividend 嘅 payout ratio 咧係20.31%。我其實自己幾中意呢個 payout ratio 嘅，20.31咧唔算太高，但係佢都做到12.52%。咁 enterprise value to EBITDA 啦，就15.54，有啲貴喎。咁所以咧要趁低位先入啦，或者係趁回調少少咧先至再考慮啦。咁睇一睇啦。佢 revenue 咧，呢度 EBITDA 按年咧都有增加，由2021年嘅72.3個 billion yen 咧，去到142個 billion yen。Net income 咧做得好好，2022年咧係講緊709個 billion 嘅 yen 紙，咁對比起2019年當時候咧，只係得26.9個 billion。佢個 ROE 咧都係我最留意嘅 return on equity 啦。2019年咧 ROE 只係5.17啊。短短幾年咧，去到2022年咧，係做到76.44%， 76.44% 其實係非常之高，我差唔多未見過呢隻 ROE 嘅。一個咁好嘅 ROE 咧，亦都造就咗個三井公司啦，喺過去呢幾年嘅股價真係表現非常之好。咁可以再俾多少少資料你哋睇啊？佢 operating margin 咧係做緊4.33%，ROA 咧係1.44%。當然投資個別公司股票咧，需要較多嘅時間啦、心機同埋技巧去研究嘅。簡單一啲，如果你都係中意日本市場嘅話，其實你可以睇下畫面一個最大嘅指數基金之一，就係 TOPIX Exchange Traded Fund 啦。呢個係東交所指數基金咧，喺日本嘅 TOPIX 股市嘅 Index ETF 啦。佢最細嘅交易數目咧就係10股，咁3年嘅回報率咧係34.53%，1年嘅回報率咧係5.11%。呢隻分嘅成立日期就係2001年7月11號啦，就由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咧去成立嘅。咁呢度亦都見到啦，99% 裡面嘅成分咧都係 equity， 即係股票啦。咁呢度都好清楚咧列出咧當中成分係屬於邊一啲 sector， 又例如 industrial 啊、technology 等等啦。呢個圖裏邊亦都見到佢頭10大嘅持股嘅公司係邊幾間啦。總共咧佢係 hold 緊2170間公司嘅。佢 management fee 咧就係0.264%。好，去到第二個最多人想知嘅 APAC 市場咧就係新加坡啦。新加坡嘅主要指數咧就係 STI 啦。呢個新加坡指數30，而交易所嘅名咧就叫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或者新交所啦。新加坡咧嘅核心成分公司咧，主要就係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華僑銀行、聯合海外銀行等等啦。咁個別股票嘅每手買賣單位咧就係100股嘅，而 ETF、ADR 同埋一啲 fixed income 嘅固定收益嘅產品嘅交易單位咧，可能有唔同啦。咁對我嚟講咧，新加坡最有吸引力嘅金融產品咧就係 REIT 啦。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 嘅吸引之處咧，除咗係高利息回報之外，如果你眼光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又賺息又賺價嘅。REIT 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信託裡面擁有一籃子嘅物業，咁呢啲物業咧可以係 shopping mall 啊、住宅、商用大樓啊、公園、酒店，甚至係醫院等等，所有嘅房地產領域咧都可以做 REIT 嘅。咁而喺稅項方面咧，如果香港人投資喺新加坡嘅 REIT 或者個別公司嘅股票咧，其實係唔使繳付呢個股息稅，亦都唔需要交呢個 capital gain 嘅增值稅嘅。咁喺呢一方面咧，稅務上面咧，香港人咧應該係最開心㗎啦，聽到。咁我頭先講嘅稅務資料咧，必須要同你嘅稅務顧問咧再獨立咧查詢一下 confirm 多次。咁因為咧新加坡嘅法律咧係要求呢個房地產信託基金咧每年至少要重新分配咧佢嘅應稅收入裡面嘅90%，以一個股息嘅形式咧向呢個股東支付嘅。好多投資者咧就係睇中呢一個咁高嘅90% 嘅應稅收入
支付呢個股息嘅形式咧，咁佢哋就好中意投資呢個 REIT 上面啦，因為咧可以幫呢啲投資者咧提供一個較穩定嘅被動收入 passive income 啦。好，依家咧我哋去睇一睇呢啲 REIT 嘅資料。第一隻要同你哋睇嘅新加坡 REIT 咧就係 CapitaLand 啦。咁呢一隻咧就見到呢度1年圖、3年圖、5年圖，分析師預計嘅 target price 咧就係2.45，潛在回報咧係17.06%。呢度亦都會咧見到佢基本嘅 fundamental 嘅資料啦。咁喺 REIT 嚟講，最緊要睇 yield 啦，4.95%。咁佢 dividend payout ratio 咧係62.28%。呢度亦都會見到佢過去幾年咧佢表現 ROE 啦，同埋佢 EBITDA 啦。咁 CapitaLand 呢隻 REIT 咧成立於2020年啦，呢一隻 REIT 咧已經係 diversify 咗咧23個 properties 噶啦，裏面咧係包括一啲辦公室啦，同埋 retail malls 等等嘅。CapitaLand 嘅 market cap 係13.9個 billion 啦，佢個息率咧係4.95%。另一隻可以睇嘅就係新加坡嘅 Parkway Life REIT 啦，咁呢隻咧就係一個 healthcare sector 嘅 REIT 嚟嘅，咁佢 market cap 咧依家係做緊2.83個 billion。REIT 嘅主要收入來源咧都係嚟自醫院啦，同埋 medical centers 嘅。分析師給出嘅目標價就係5.1啦，潛在回報係8.95%。咁呢度咧亦都會見到佢嘅基本資料啦。咁呢隻 REIT 咧就冇頭先嗰個派息咁高，係做2.22%，payout ratio 咧係19.49%。呢度亦都會見到佢呢隻 REIT 過去嘅表現啦。咁 ROE 咧都做得唔錯，係25.35%，比起2018年咧當時係13.8%嘅啫。新加坡嘅 REIT 咧仲有幾樣嘅數據我都想提醒大家去留意嘅。咁一陣咧節目嘅後半段咧，我亦都會講多少少。第三個要講嘅地區咧，亦都係其實我聽到好多人問，咁就係印度啦。新興市場嚟講咧，印度係真係一個好吸引嘅市場嚟嘅。印度咧預計喺2022同埋2023年咧成為呢個經濟成長最快嘅新興市場經濟體。World Bank 對印度嘅2022至2023年財年嘅 GDP 增長預測咧係7.5%，而喺發展中嘅經濟體系嚟講咧，呢個數字係非常之唔錯。印度嘅主要指數咧係印度 Sensex 指數，係由孟買證券交易所咧去發行嘅。咁印度嚟講咧，有部分嘅產業啊係設有對外國人嘅投資限制，當中係包括一啲敏感嘅行業啦，包括國防、民航、電信、銀行、保險等等啦，即係有啲行業咧有啲對外國人嘅投資限制嘅。咁但係咧，除咗呢啲產業之外咧，大部分嘅產業其實亦都已經開放俾外國人可以 freely 進行投資㗎啦。而根據德勤嘅調查報告裏面咧，就指出外國人喺印度咧主力係投資兩大個 sectors， 第一個咧就係 computer software and hardware， 同埋咧 infrastructure 啦。而印度嘅股票市場同美股一樣，最低嘅交易咧係1股嘅。稅務方面咧，印度嘅 capital gain tax 同埋股息稅咧都係因應唔同嘅情況而釐定嘅。譬如佢哋會分翻 long term 或者 short term 啦。喺度 long term 係指2018年以前嘅交易啦。咁 short term 咧就係2018年之後嘅交易，而所涉及嘅交易金額咧都有級別去劃分嘅。根據唔同嘅級別同埋咧，你係長線投資定係短線投資嚟講咧，佢哋咧就會收取唔同嘅稅項啦。咁又係提多次，每一次都要講，你哋另外咧再同你嘅 tax advisor 咧查一查，確認一下咧呢啲資料有冇錯漏啦。咁暫時咧喺香港咧係可以直接買到印度市場嘅股票咧嘅平台，其實真係唔多。今日咧同你哋睇睇呢一隻喺美國上市嘅印度指數基金 INDA 啦，呢個就係佢3年圖啦、5年圖啦、1年圖。咁呢隻 fund 咧主要係追蹤 MSCI 印度嘅指數，今年嘅回報率咧就唔係咁好啦，係-10.3%。呢隻基金嘅成立日期係2012年嘅2月2號，由 iShare 發行嘅，裏面包含嘅 sector 咧主要都係 finance、technology、energy。去到影片最重要嘅一部分之一啦，就係投資風險同埋我少少嘅睇法啦。咁我頭先都講咗，利用唔同嘅市場，你可以幫你分散去風險，你唔使側重於淨係投資喺港股或者美股或者中國股票嘅市場。其實 diversify 你個 portfolio 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其實係絕對有好處嘅。但係喺投資之前，亦都要先了解每一個國家佢有唔同嘅自己嘅風險。好似日本咁，如果你以增長為目標嘅話咧，其實我會睇翻過去1至2年以嚟咧，對日本市場嚟講咧，已經係一個較好嘅入市機會。所以如果你錯過咗過去1至2年嘅機會咧，而你依家又想以一個短期有高回報為目標嘅心態去進軍呢個日本市
市場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咧，日本呢個市場可能就唔係太適合你啦。對我嚟講，喺全球通脹急劇升溫嘅情況之下咧，仍然維持咧個咁低嘅超低利率嘅日本咧，其實係一個唔係咁正常嘅政策。對我嚟講，維持一個咁低嘅利率咧，可能會令到日本嘅經濟面臨下一個危機。咁呢度我可以再講多少少嘅，大家都有聽過咧，日本咧自1990年以嚟咧有個長達30年嘅失落期，係咪？咁當時咧喺呢個安倍經濟學嘅時代裏面咧，佢提出一系列嘅經濟復甦政策啦。成個政策嘅核心咧就係通過呢個量化寬鬆嘅政策，令到你個日元貶值嘅手段咧，去提高日本商品喺國際市場上面嘅競爭力。咁事實的確係嘅，喺安倍執政嘅8年嚟講，即係2012年至2020年嚟講咧，成個日本股市係成長咗超過214%。但係整個日本嘅經濟咧喺呢8年嚟講咧，唔係有太大嘅起色喎。佢嘅 GDP 咧喺嗰8年裏面咧下跌咗19.6%。我會睇呢個量化寬鬆一個手段咧，係對於通脹嘅環境係有用嘅。但係而家日本面臨緊咧係一個所有原材料或者係生產成本咧都過高嘅時候，呢啲咁嘅生產成本咧直接推高咗整個嘅通貨膨脹，令到價格上升。但係咧日本嘅民眾咧佢嘅工資即係人工咧又冇跟隨上升喎。呢度亦都令到咧日本國內嘅零售業啊同埋國內消費咧係處於困境，需求啊同埋國內嘅消費。咁但係咧依家個情況唔同啦，依家日元咧係處於一個極低嘅水平啦。日本咧其實佢唔係單單做出口，其實咧日本咧亦都係嚴重依賴進口嘅，包括咧佢哋進口99% 嘅能源同埋60% 佢嘅食品。所以咧如果日元係大幅走低，喺一個高通脹嘅時代之下咧，加上我而家見到日本政策上面都幾強硬，暫時唔肯加息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係會對企業造成一個極高嘅成本嘅負擔。所以我會睇喺短期內啦，如果呢個通脹又未解決，yen紙又繼續持續喺低位之下，而央行亦都冇諗住加息的話咧，我認為日本企業嘅利潤率咧會喺短期內咧仍然受到嚴重嘅影響。所以咧投資者要特別留意一點啦。好，講到新加坡嘅市場啦，新加坡咧嘅市場其實比起日本市場嚟講咧，好明顯係側重咗係呢個金融股同埋 REIT 上面嘅。由於都係同一個問題啦，通脹同埋經濟增長停滯啦，新加坡央行咧亦都被逼咧收緊呢個貨幣政策。短期裏面咧，市場亦都預期新加坡嘅經濟咧係會放緩嘅。所以如果咧係以收取被動收入為主去投資 REIT 嘅話咧，必須係要做到呢個長線投資先可以啦。講緊長線投資即係5年以上，絕對唔可以抱住呢個短線嘅目標咧去選擇新加坡 REIT。而你揀新加坡 REIT 嘅時候咧，要留意多幾個數據啦。第一個數據咧就係 revenue 啦，同埋咧 distributable 嘅 income 即係 DI 收入及可分配收入。第二個數據咧就係 net property 嘅 income NPI 即係淨資產收入嘅增長。第三個重要嘅指標咧即係 distribution per unit 啦 DPU 每個單位可以分配到嘅收入。咁呢3個指標咧都係投資喺新加坡 REIT必睇嘅數據之一。咁喺投資之前咧，記得自己做功課，了解下呢幾個指標咧有冇有穩定嘅增長率啦。至於印度方面啦，雖然咧呢個 World Bank 咧對印度嘅今年嘅增長啊 GDP 增長咧個預期係7.5%，但係隨住環球經濟放緩速度加劇啦，同埋衰退嘅預估咧，其實有啲大行好似 Nomura 咁樣咧，已經 cut 咗印度 GDP 嘅預期去到4.7% 噶啦。所以投資者亦都要留意印度公司啦，佢自己嘅業績同埋佢風險啦。咁睇嚟咧，全球各個國家咧都面對緊唔同程度嘅經濟風險。咁由於市場對通脹同埋經濟蕭條嘅擔憂加劇啦，比起2021年年底嘅時候咧，大部分嘅股市依家仍然係處於一個低迷狀態。但係對我嚟講，經濟衰退咧往往係投資嘅最佳時機。市場咧其實依家喺度考驗緊咧投資者嘅耐心。所以如果你係諗過要分散你嘅投資組合喺唔同嘅資產上面，喺唔同嘅地區上面咧，其實以一個方法已經係可以幫到咧投資者分散風險㗎啦。Saxo 唔單止 support 日本同新加坡嘅交易 ，Saxo 仲提供全球50幾個地方嘅交易，喺 APEC 亞洲仲有 cover 澳洲、台灣、越南、印尼等等多元化投資產品嘅買賣機會。另外 Saxo 亦都俾咗 Ring is Here 觀眾咧嘅迎新優惠。上一次佢哋做咗一個迎新送股嘅優惠咧，反應好熱烈。咁咧 Saxo 依家咧延長咗整個嘅開戶迎新優惠嘅日期。如果你係新用戶咧，完成咗 Saxo 俾你嘅任務咧，
即刻送翻一股嘅亞馬遜或者係 Tesla。詳情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資訊欄嘅連結了解一下。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除咗日本、新加坡、印度之外，仲有邊一啲國家嘅投資機會你有興趣呢？咁我會搜集下你哋嘅意見咧，下一次咧再整另外一段影片咧介紹一下。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